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馮紹峰醫院衝突傳聞背後真相未明，輿論失控，誰在操縱離婚黑幕？近日，網絡上一則標題誇張的視頻迅速登上熱搜。趙麗穎馮紹峰醫院爆發肢體衝突，助理互毆，5歲兒子哭到斷腸。3個細節揭開離婚黑幕。短短幾個小時，視頻播放量破100萬，不少網友驚呼：“這是真的嗎？”然而，當真相被層層拆解，我們會發現，這起所謂的衝突事件，很可能只是又一場被過度放大的娛樂傳聞。趙麗穎與馮紹峰的相識，源於2016年合作電影《西遊記》女兒國。當時兩人被媒體多次拍到同框，但始終未公開戀情。直到2018年10月16日，他們突然官宣結婚，一張簡潔的結婚證照片配上8個字：官宣，正式領證，震驚全網。婚後，趙麗穎於2019年3月生下兒子想想。這段婚姻在外界看來低調又溫和，幾乎沒有花邊新聞。然而，到了2021年4月23日，二人突然發布聯合聲明，宣布離婚，表示感情基礎存在，但選擇回歸朋友身份，共同撫養孩子。整個過程沒有撕破臉，沒有指責，反而顯得理性而平靜。這份聲明讓人們看到他們的成熟，也讓無數粉絲唏噓不已。原來再好的故事，也可能有結尾。雙引號。就在兩人離婚4年多後，網絡上突然出現了趙麗穎馮紹峰在醫院爆發肢體衝突的消息。視頻配上誇張的標題和模糊的圖片，稱馮紹峰探望孩子，與趙麗穎不歡而散，雙方助理互毆，孩子當場大哭。短短幾分鐘的視頻，情節堪比狗血連續劇。然而，當網友仔細搜索新聞源時，卻發現，無論是新華社、人民網，還是權威娛樂媒體如新浪娛樂、騰訊娛樂、搜狐娛樂，都沒有任何正式報道。視頻中所謂的醫院照片也被發現來源不明，部分甚至是舊圖拼接。可以說，這條爆料的證據鏈根本經不起推敲。趙麗穎與馮紹峰的離婚，並非外界傳言中的撕破臉或第三者介入。據兩人曾經接受採訪時的暗示，他們分開的主要原因在於生活節奏差異和聚少離多。趙麗穎是公認的拼命三娘，拍戲時幾乎全年無休，從知否到幸福到萬家，她的檔期密密麻麻。馮紹峰則更偏向家庭型，喜歡安靜生活。長期分隔與生活理念的不同，讓兩人漸漸產生距離。這是一種現實中的無奈，而非戲劇性的衝突或陰謀。正如業內人士所說，兩個人都是好演員、好父母，只是在人生路上節奏不再一致。雙引號。在社交媒體時代，任何名人動向都可能被無限放大。趙麗穎馮紹峰衝突這樣的標題，本身就迎合了人們的窺探心理。大家既懷念他們當年的甜蜜，又對離婚真相充滿好奇，於是一個視頻、幾張配圖，再加上一些爆料人的煽動言辭，就足以引爆全網。然而，大多數吃瓜群眾並不會去求證，只會在評論區跟風。馮紹峰太衝動了，趙麗穎好可憐。久而久之，謠言就成了似真似假的故事。這種信息污染對公眾人物的傷害極大。趙麗穎一向以堅強、獨立的女性形象著稱，而頻繁被捲入虛假傳聞，無疑讓她的生活再次被打擾。在這場輿論風暴中，最無辜的其實是孩子。趙麗穎與馮紹峰雖然已離婚，但他們都多次在採訪中提到會共同撫養兒子，並保持良好的溝通。趙麗穎曾說：“不管大人怎樣，孩子永遠是我們共同的牽掛。”馮紹峰也在節目中回應：“
我很尊重他，也感謝他對孩子的付出。雙引號，外界的猜測與編造只會增加他們作為父母的壓力，而孩子哭到斷腸這樣的誇張描述，更是一種情緒操縱。他利用觀眾的共情心理，製造悲情氛圍，從而吸引流量。可現實是，這個孩子並沒有出現在公眾視野裡，也沒有任何確鑿的報道顯示他受到了傷害。為什麼這樣的假新聞屢禁不止？答案在於流量與算法。在短視頻平台上，狗血、衝突、眼淚永遠是流量密碼。一些自媒體為博取點擊量，不惜編造劇情、拼接畫面，甚至 AI 合成語音來爆料。視頻封面通常寫的驚悚吸睛，獨家曝光內幕，揭秘3大細節皆真相，但點進去後，往往只有模糊圖片與情緒化旁白。在這種信息碎片化的傳播環境下，觀眾難以辨別真假，很多人甚至在無意間被誤導。這不僅傷害了藝人的名譽，也扭曲了公眾的判斷力。人們之所以熱衷於吃瓜，一方面源自對明星生活的好奇，另一方面則是一種心理投射。我們在別人的故事中尋找現實生活的影子。趙麗穎與馮紹峰的愛情，從熒幕到現實，本身就像是一部浪漫劇。他們的分開讓人遺憾，也讓許多人不願相信幸福的盡頭如此平淡。於是，觀眾開始在腦海中編織未完的劇情，希望找到更戲劇化的理由。這正是輿論失控的根源。當現實太平淡，人們就會製造波瀾。結語：真相或許簡單，但理性才最難。截至目前，趙麗穎和馮紹峰都未對此傳聞做出回應，這也許是他們最成熟的選擇：不回應謠言，不被帶節奏，只用沉默保護自己和孩子。趙麗穎繼續投入拍攝新劇與鳳航，事業蒸蒸日上。馮紹峰也低調參與影視項目，把更多時間放在家庭上。無論他們的關係如何變化，都早已超越了狗血劇的層次。或許我們該學會放下對八卦真相的執念，因為在娛樂的泡沫背後，他們只是兩個普通父母。趙麗穎馮紹峰醫院衝突這條新聞提醒我們一個殘酷的現實：在信息爆炸的時代，謠言傳播的速度往往比真相快10倍。而我們能做的，就是在點擊之前多問一句：這是真的嗎？雙引號，唯有理性，才能讓娛樂不被謠言吞噬；唯有尊重，才能讓公眾人物免於被情緒審判。